在你的生命中存活下来，用我的眼角膜帮助自己和别人能够看到世界。嗨，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 Andrew，有我一切都安啦。这是一个以医疗与社会工作为主的频道，提供给大众白话的医疗知识、社会福利与照顾技巧等。另外也提供给想当社工或是社工系学生的课外知识。如果喜欢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给有需要的朋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现在的人遇到亲人过世，现在很少人用土葬，多半是用其他方式回归自然。你有想过，当我们过世的时候，如果有些组织或器官能够留下来帮助其他人，是不是一件很美的事？我在你的生命中存活下来，用我的眼角膜帮助自己和别人能够看到世界。在台湾，器官劝募在全国有4个区域，分为北、中、南、东4个区，各有一家医学中心作为计划责任医院。责任医院应协调及统整计划期间各项行政与相关作业。大部分医院都有经政府认证的器官劝募的协调师。有遇到相关问题，可以请教门诊的医师，或者是请门诊医师转介协调师。目前在台湾有关器官移植的手术可以分2大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活体移植，例如肝脏、肾脏。活体移植不在本集的讨论范围之列。第二个部分是尸体移植，绝大部分的移植都是来自于此。以下我们将更细致的跟大家来做说明。器官移植条例，民国104年7月1日修正。本条例所称的器官包含组织。目前在台湾有3个时机可以进行器官或组织的捐赠手术。第一，死后的组织捐赠。第二，脑死判定之后的捐赠。第三，心跳死后器官捐赠。第一种死后组织捐赠是指当病人过世后进行组织的捐赠手术，组织是指眼角膜、骨骼、皮肤等组织。癌症病人只要没有吸干，可以捐眼角膜，但是其他的组织担心会有癌细胞的转移风险。眼角膜没有血管，癌细胞没办法到达，但是近年来国人雷射矫正手术的部分可能会影响捐赠的量。捐赠皮肤需要没有刺青。第二，脑死判定后的器官捐赠。目前能列入脑死判定的病人数量大大减少，因为现在骑车都要戴安全帽，意外事故造成脑部损伤的病人数已经降得非常低。脑死判定有严谨的标准，但是能够抓准器官捐赠的时间点。能判定脑死的病人要有很大的缘分，光是在第1次脑判到第2次脑判中间需要隔4个小时后，才可以进行第2次脑判。
第二次脑判成功之后，才可以进行器官捐赠手术。而且进行脑判需要有神经科的内外科医师，或者是经由脑判训练合可的麻醉科医师。2名医师负责脑判，脑判医师要排除主治医师，也就是说，这家医院里面有脑伤的病人，可能是神经外科的病人，病人的主治不能参与脑判，医院可以脑判的医师至少要2个人，也就是说，医院需要符合资格参与脑判跟主治医师，总共至少要3个人以上的医院才有办法进行脑判，不然无法启动脑判。在我们家是神经内科医师跟神经外科医师各1名参与脑判，1判跟2判的医师不同，避免医师太累，只有协调社工师不能换人，从1判到2判都要跟。有些病人因病情撑不到第2次脑判就走了。第3，心跳死后器官捐赠。心脏死后器官捐赠是捐赠手术上最早最久移植的方法，困难度高，因为无法预期病人何时要走。心脏死后器官捐赠手术，顾名思义就是指心脏不跳之后5分钟，宣告死亡后进行器官摘除手术。大家思考一下，当心脏不跳时，全身的血液也会停了下来，器官会因为没有血中的氧气而受损。因此，为了进行心脏死后器官捐赠，必须在手术房或加护病房执行撤除维生医疗系统。待病人收缩压小于50的时候，开始计算器官的温缺血时间，过程中不给予任何的医疗处置。出现第1次心跳停止后，再进行5分钟的观察期，确认没有再次出现收缩性血压或心搏心律，即宣告病人死亡，才可以进行器官捐赠手术。若器官的温缺血时间超过2个小时，但病患心跳仍未停止，也就不适合捐赠器官，只能进行组织捐赠，因为缺血的时间过长，会影响器官的品质。此外，若病患于撤除维生医疗系统后，病程仍未达到濒死的阶段，也无法进行器官捐赠手术，需要转为长期照顾。如果你认同在我们的生命结束后，可以把可用的器官捐赠给其他有需要的人，请签署器官捐赠同意书，加注在健保卡中，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，才能保有好的器官帮助其他的人。请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，昭告天下，朋友、家人才会尊重你的决定。医院的协调师也会全力以赴完成你的心愿。我们下一次见。